天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非常的感兴趣，因为今天我们要说一下视频里边修复手。修复手呢，在图像生成里边一直是一个难题，一直到最近生成了一个 Input 的优化模型呢，我们才能够比较好的解决它。那基于这个模型呢，其实我们给大家讲过2种修复手的方法，第一种呢是用内部绘制的方法，第二种是用局部优化的方法。当然，这2种方法呢各有优缺点，你可以在图像的手部绘制上面，根据自己的需求呢，自由的去选择。但是在视频修手这个领域的话呢，大家做的比较少啊，因为这个东西呢比较麻烦，它也不太容易出效果。但是呢，我觉得它是不能避免的一个东西啊，我们迟早要碰到它。那到底怎么在视频里边来修复手呢？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你现在看到的呢，就是视频修复手的一个完整流程。那在这个流程里边呢，包含很多的环节，那包括基本的视频生成的部分，手的内绘的部分，视频放大的部分，手部优化的部分，换脸的部分。那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效果。最终的效果呢，整个的手型、手的姿态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然，它在整体的连贯性上呢会稍微有一些问题，是因为我们在预测手的时候呢，其实是破坏了 Animate Diff 动画的一个运行的机制，所以说呢，这个手有的时候看起来有点跳。但是由于我们这一期的目的呢，还是以手修复为主，所以说我们重点还是看一下手的状态。好，下边我们来逐一分析各个关键的流程点。首先呢是图片的前期处理，那你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呢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我们需要将视频缩放到合适的大小，因为计算机的算力呢基本是固定的，所以你要根据你计算机的算力的大小呢来选择一个合适的分辨率。我这儿呢使用的是360×640。另外，如果你想进行手的修复，尽量还是要从视频当中来选择一段整个手的动作比较多的视频的片段。然后就是我们需要对人物呢进行一个分割，以保证呢我们在使用 ControlNet 的时候呢，能够将控制的区域锁定在人物主体的部分。那前期处理完之后呢，就是我们的第一步生成的部分。那么比较常规的设置，第一个就是纹生图的基本的处理流程，这个呢没有什么特别的技术点，大家按照我们平时的这种技巧来设计整个的流程就可以。第二个关键的部分呢，就是 Animate Diff 的部分。Animate Diff 的部分呢，我们用到的技巧呢稍微有点多。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采用了2个模型混合的这种手法。那我们之前呢也用过这种手段来生成这种多层次的动画，这个主要你要根据整个的动画模型它不同的特点来设计这个流程。那比方在这个里边，我们看到主要的运动模型呢是 Temporal Diff V1，那我次要的这个模型呢是 V3 版本的 SD15。那么它们在整个生成过程当中的占比呢，一个是占 30%， 一个呢是占 70%。那我整个的设计思路其实是说，我希望用 V3 呢来作为起始的一个动作的控制，因为 V3 版本它在整个的画质表现上呢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它对动作控制呢会比较的到位，所以说呢我就希望它在一开始的时候能保证人物的形态是对的。关于色彩的部分呢，我就希望它在后边的 70% 的部分靠我们的 Temporal Diff 来处理。另外在这里边呢，我们还用到了一个叫做 View Opt 的这样一个选项。视图选项呢是我们优化显存占用的一个有效的手段，它一般呢和我们的这个 Context Option 结合来使用。比方说在整个的这个流程里边，我的上下文的长度呢是16，那也就是我会关注整个的16帧来生成动画。但是这样的话呢，对于计算机显卡的这个算力要求呢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加上一个 View Opt， 在真正的窗口滑动的时候呢，我们关注的视窗的宽度呢其实是8帧，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配合起来，既保证了整个动画的一致性，也保证了算力呢消耗不是特别的大。那我这儿提醒一下，如果你用这种配置的话呢，对生成动画的最终效果呢还是有一些影响的，那么它会丢失掉一些原本应该有的动作的部分，尤其是在背景和细节上面。第3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的 ControlNet 的部分。ControlNet 的部分呢，我们还是希望第一个有一个明显的姿势控制，这儿我用的是 DW Open Pose。第二个，你应该有一个线性控制来控制细节，这个选择的方法就很多了。那我们一般常用的有2种，第一种呢就是 Line Art， 那我现在用的就是 Line Art。第二种呢用的是 Soft Edge， 这个呢没有什么具体的标准，你就看哪个表现会更好。那在这个流程里边，我会多一个非常重要的流程，就是我们之前用到的修复手的这个方法。
那我会用 Mesh Graph Former Hand Refiner 这样一个组件来预测出来手型，然后使用 Depth 的控制器来控制生成图像，它和我们原视频呢是比较像的，所以说呢，大家就看到了我的第一版生成的效果。这个效果其实保证了整个手的基本形态是对的，但是呢，细节方面是不能看的。你比方说，你去看每一个图片，它应该有出现这个多手指的这种情况，那所以说呢，就需要我们后续去处理。这儿呢，大家需要明确一个理念啊，就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你要保证它基本的状态是差不多的，它可以稍微的多一些或者是少一些，但是呢，不能说它整个手都是乱的，这个就会有问题。就是在这个阶段，我们就开始采用手的这种生成控制，来保证它的状态呢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就进入到了我们的第一个修复手的阶段，这个呢是一个典型的 input 的阶段。那我们同样会用一个 depth 的控制器，然后预测出来手型，然后进行一个内部的绘制。所以说呢，我们会把整个的掩码的部分应用在我们的潜在空间上边，进行一个内部绘制。这个绘制呢可以稍微的大一点，我这采用的是 0.65， 那我的建议值呢是在 0.5 上下。一旦进行了内部绘制之后呢，你会发现整个手的表现呢其实比第一步呢就要好很多了。那所以说呢，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部分，叫做内部绘制。内部绘制之后，你会发现啊，由于你在 set mask 的时候呢，会有一个遮罩膨胀的过程，所以说呢，会影响到脸。不过这个没有关系啊，后边呢我们会把它处理掉。进入到我们的第二个部分，就是放大的部分。放大的部分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先将整个的图片用模型放大了4倍，再把它缩小到 0.35， 也就是我基本上会把它放大 1.5 倍，然后进行一个采样。这个采样的降噪系数呢，我设的是 0.5。那经过这个处理之后呢，你会发现脸呢就被修复掉了，手呢也会保持它基本的形态。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第三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呢，其实是我们的 refiner 的一个部分。那你会发现我们核心的组件，也就是我们会用这种基于动画的 detailer 来修复一下手。那基本的手法和修复脸是一样的。那我们首先呢，还是用 depth 模型预测出来手型，把它应用到我们的 ControlNet 里边。但是你要注意啊，由于我们的这个优化器是基于 SIG 的，基于语义分割的，很明显啊是一个 SIG pipe， 所以说呢，我们会把手呢从 mask 转到 SIG， 这个时候我们用的是 mask to SIG for animated div， 也就是基于动画的这种遮罩转换成语义分割，而不是一个传统的，因为你整个的流程呢都是基于动画的，这个呢是需要注意的一个部分。完了之后呢，我们会把优化过的这个 SIG 给它粘到原来的图片上，最后的形态呢就是这个样子。那你会发现手呢基本的状态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最后呢，我们来进行一个换脸。当然呢，你也可以进行脸部优化，这个都可以啊。我这儿主要是为了图省事儿，直接进行了一个换脸。换脸之后呢，你会发现整个的构图，那手的形态，那都是比较棒的。而且呢，没有出现那个大汉手。什么叫大汉手？就是说非常漂亮的一个女生长着一双男人的手，有很多人修复出来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呢，你也可以尝试一下。看到了吗？在整个的视频当中修复手的话呢，其实是在各个环节里边都要去做的。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生成阶段；第二个呢，是我们的放大阶段。第三个呢才是我们的优化阶段。那么在这些阶段里边的话呢，我们都要注重手的绘制。那这3个阶段里边哪个最重要呢？可能很多人认为是那个修复的阶段，你错了，其实是那个生成的阶段。那么生成的阶段，生成的手呢，一般有2个判断标准。第一个就是它有没有畸形，这个呢属于一个最基础的标准。那我们手要解决的呢也是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它生成的手是不是很漂亮，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如果你使用的控制网络或者说细节控制的技术不是到位的话，你那个手可能不畸形，但是呢它生成的手非常的难看。你可以想一下，一个美女长着一个大汉的手，这个它怎么谈美感呢？对吧？所以说呢，我们既要它生成的没有畸形，也要生成的手呢要尽量的漂亮。只有这个基础打好了，后边呢才容易做。如果你前面这个基础不好，你后边的修复用再多的这种方式，用再多的时间，再多的流程，这个也达不到你最终想要的那个效果。所以说，我们这个视频虽然叫修复手，但是你要注意，最重要的那个环节并不在修复本身，而在生成的时候。还等什么？赶紧自己试一下吧！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